现代物理量子力学和中国古老易经有什么交集吗？他们在哲学和类比层面上的互相诠释，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两个深奥的领域。如何简单地应用易经古老智慧，帮助个人成长、人生智慧和财富积累呢？苏格拉底说，人生是一次又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当你觉得信息不足，理性及经验皆无法测度、无法明断、犹豫不决之时，你会怎么做呢？在股市，无论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获取基本面、消息面信息，日夜学习股票投资知识，勤奋分析技术面，你都会觉得信息不足，难以决断。比如，我该不该继续买进，还是卖出英伟达这只股票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去用线上易经算上一卦，让它给我一个参考，自己再做决断。如果怀有对宇宙天道的至诚致敬之心求卦，确实神奇。大圣人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加我数年，50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学习易经可以让他无大过。我们真的可以信任被称为中国儒家道家群经之首、文化之源的易经吗？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易经能给我们带来人生智慧、事业、财富上的帮助吗？易经看起来博大精深，我们又如何容易地使用易经呢？能在网上点击几下就可以用易经占卜吗？诺贝尔奖得主、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代表性人物尼尔斯·波尔将易经的阴阳太极图设计到了他丹麦爵位家族徽章上，上面刻有波尔的拉丁文座右铭 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 意思是相反者是互补者，强调了在物理学中的相反概念之间存在互补性和相互依存关系。是不是深奥复杂的量子力学验证了老祖宗的智慧宝典《易经》的最核心的思想阴阳呢？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关联，可以在哲学和类比层面上互相诠释，当然不是在科学领域有直接联系。易经用一套符号系统描述事物的变化，它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卦象代表世间万物的运行状态，涵盖了古人对天地、自然、万物、生命等运行规律的认识。占卜者向神明问世的成败、吉凶，求得卦象，借此预测事情，大到战争、政事，小到时运、财运、事业、家宅、婚姻等等。在易经中，无论是伏羲八卦还是文王64卦，都是由2个符号组成，阴阳。周易系辞上传说，亦有太极，始生两仪。太极指宇宙天地中的极限，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以用来描述现代物理的2个极端研究领域：宏观宇宙和微观世界。例如，宇宙的诞生、无垠宇宙、时空奇异点或奇点、黑洞奇点，以及不可再分割的微观基本粒子。这次我们主要说说微观基本粒子。波粒二象性。在微观世界，一个不可再次分割的基本粒子具有波动特性，又具有粒子特性。波动性指的是波动所具有的波长与频率，意味着它在空间方面与时间方面都具有延伸性，具有干涉和衍射特性。粒子性指的是粒子总是可以被观测到其在某时间与某空间的明确位置与动量的性质。尼尔斯·波尔于1927年提出的一个量子力学互补原理，是哥本哈根学派诠释量子力学的基石。当描述微观物体的量子行为时，必须同时思考其波动性与粒子性。互补原理阐明，不能用单独一种概念来完备地描述整体量子现象，这2种概念可以视为同一个硬币的2面。在双缝实验或任何干涉实验里，波动行为衍生出的干涉图样可视性与粒子行为衍生出的路径分辨性互补。假若分辨出粒子的移动路径，则无法观察到干涉图样，反之亦然。路径的分辨率越高，则干涉图样的可视性越低，反之亦然。这里我们可以说，基本粒子的可观测的粒子性为阳，波动性为阴。易经阐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宇宙中相互依存的2个矛盾极端，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关系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但它们又不是完全对立，而是互补的，并可以相互转化，可以相互流动。万物负阴而抱阳，万物不离阴阳，
阴阳涵盖了万事万物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也包含了微观世界的量子行为。易经所描述的阴阳观点确实可以解释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也可以说被其所验证。当然，除了阴与阳的概念，易经中乾与坤、坎与离、体与泰也都是八卦的二象性，它们互相对立、互补，但是又能统一在完整的八卦之中，这是易经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规律也表现在量子纠缠中。量子纠缠在易经这一阴阳哲学中，一切事物都包含了相互联系的阴和阳。每一个卦象是由阴或阳的爻来组成，一而二，二而一，就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意思，是整体和部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不可能维持现状的过程。类似的，在量子力学里，当几个基本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后，由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已综合成为整体性质。我们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我们则称这现象为量子纠缠。当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时，它们的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其中两个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即使它们远离彼此。其物理性质，像位置、动量、自旋、偏振等，则会发现量子关联现象。例如，假设一个零自旋粒子衰变为两个以相反方向移动分离的粒子，沿着某特定方向，对于其中一个粒子测量自旋，假若得到结果为上旋，则另外一个粒子的自旋必定为下旋；假若得到结果为下旋，则另外一个粒子的自旋必定为上旋。不可确定性在量子力学里，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说测不准原理表明，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越小，则动量的不确定性越大，反之亦然。类似的不确定性关系式也存在于能量和时间、角动量和角度等物理量之间，只能给出概率性的描述。不可确定性强调了在微观尺度上，我们无法完全精确地知道事物的状态。那么易经起卦的准确率又是多少呢？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异传》里，名为《要得帛书》中有一段孔子与子干的师生对话。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事乎？”子曰：“500战而七十道。”意思是学生子贡问孔子说：“夫子也相信占卜吗？”孔子说：“100次里有70次算中。”孔子是继伏羲、周文王后，作为完成易经的最后一人，认为易经算卦的准确是70%。当然，对于科学上的测量，70%的概率不是100%，算是测不准、不确定了。易字由日月构成，易经是研究变化的学问，把握100%的确定性是很难的。朱熹说：“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变化才是不变的真理。宏观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微观世界亦如此啊。观察者效应，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对系统的观察会影响系统的状态。在量子双缝实验中，有观察者，电子的粒子与波的叠加状态就坍缩成粒子状态；没有观察者，电子就将以波的状态同时穿过两个狭缝，呈现波的干涉条纹。这与易经中的观念有些相似，即观察者、占卜者的态度和行为可以影响事物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变化。易经强调了观测和解释的重要性。易经的卦辞是对于卦象的整体描述，在占卜卦象中，针对所占问之事，本卦描述当前的处境，变卦或说之卦，知是前往的意思，描述未来的趋势。用量子力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占卜者在当前处境的多种发展叠加态之下，通过占卜了解到坍缩了的一种处境。而六爻则是6种具体的情况，爻辞本身不存在绝对的吉凶，而是告诉人在特定情境下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事，并给出智慧的建议。怎么样做是吉利的，怎么样做是凶险的。我们是自己行动的主人，我们选择尽量让自己更好地去顺道而行，让事物坍缩了的处境发展变卦或之卦到极无不利的趋势状态。神秘诡异，
微观量子世界与我们现实中的宏观世界不同，一样东西能够同时出现在两处，爱因斯坦称之为远距离的幽灵行动——量子纠缠。量子纠缠超越光速的瞬间感应，量子双缝干涉实验中的观测者效应，甚至基本粒子在通过双缝挡板之后，发现有观测还可以改变过去来的路径，改变了因果，改变了过去。还有这里没有提到的量子穿隧效应。这些现象都让科学家感到诡异和神秘。还有让人遐想的一个巨大宇宙波函数不断的一分为二而生成的多重平行宇宙，也让人匪夷所思。对于为什么易经的卦象能够描述人的当下所处状况，预测未来，改变未来，古往今来也是一件神秘诡异的事情。有一个阳界、实界，那么是否就有一个阴界、一个虚界和被很多人感知、沟通到的神明世界呢？这也解释了孜孜以求的这期视频，为什么有人竟然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几天后彩票中奖号码信息。在今后的视频中，我们会更多地探讨虚实两界让人深思的互动。阴阳图的2个点正是说明两界之间的互动方式。量子纠缠也说明了实界无时无刻地被虚界感知体察着。不可不信，古人说人在做，天在看啊。宏观世界的物质是由基本粒子组合而成。如果我们处于一个巨大的量子场中，如果一个个的人也是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我们的地球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那么我们只是看不见和我们人与地球纠缠的孪生粒子罢了。这些都说明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未知的、深不可测的领域。我们不能回避它们，我们需要保有开放的态度，没有限制，强烈的好奇心去了解、去尝试未知，才能得到更深度的认知。你是否想要了解易经智慧，也想容易地尝试易经占卜呢？你可以记录卦象，以澄净的心、科学的态度追踪比对你未来现实的结果，看看是否也得到孔子所说的70%的概率。我相信你会惊讶于你的结果，也许你也会像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一样，被自己所见到的易经占卜所呈现的惊人的巧合给迷住了，从而你也会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个玄妙的世界。在今后的视频中，我们会继续探索这些神秘和诡异。孜孜以求的大力也分享了这个视频，描述了他在2022年俄乌战争开战的当天，用线上易经问卦是否该卖掉股票的神奇经历。智慧经典，我们从量子力学的5个要点探讨了量子力学和易经之间在哲学和思想层面上的互相诠释。你是不是对易经或说周易更有信心了呢？易经是由伏羲、周文王、孔子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完成的智慧经典，在几千年后，量子力学竟在微观世界验证了易经的最核心观念——阴阳。阴阳辩证的思维方法解释宇宙间所有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变化规律。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不仅包括宏观世界，也包括微观世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特别喜欢周易，迷恋之至，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居则在席，行则在驼。因为翻阅的次数太多，连穿竹简的熟牛皮绳都断了好几次。为什么孔子对周易如此痴迷呢？夫易刚者使之具，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见人为而去诈。孔子的意思是，它不仅仅是一本占卜手册，周易的内涵丰富博大，不同的人阅读都可以发现对自己大有益处的道理。孔子洞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得意本质，也触摸到了易所包含的非凡智慧。体验线上易经，如果你也一样希望追求人间智慧，你不能错过易经。在网络上，你可以轻易就能阅读，也能用在线周易来很容易的占卜。只要在你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在线易经，就可以得到周易在线占卜和在线阅读易经。
点击周易在线占卜，输入你的出生年份、性别、所问事项，选择起卦方式就可以开始了。我一般选择手动摇卦，在3个铜钱下，由你的心思意念和宇宙信息场之间的互动，随你的心意长短，连续按6次，心念专一，一事一卦。在有结果的页面给出了本卦和变卦，针对所占问之事。本卦代表当前的处境，变卦或说之卦代表未来的趋势。我们要配合心中的疑惑，详细思考2卦的卦辞含义，以求得到智慧启发。也可参考朱熹、傅佩荣或其他网上有关卦象的卦辞。我一般只查总觉得信息不全的投资财运。我知道生活中的其他，还需我们修心、修行、修身，不断追求生命之智慧、神性意识觉知和宇宙的真理。希望做到善为易者不占。因为懂得了易经的智慧，就更有智慧，经由理性思维与德性修养而主导自己的命运。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占卦，所有卦象只是提供参考，万事万物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从量子力学、易经中了解到，观察者或说占卜者效应。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本卦状态，我们积极的生命态度，能让我们的本卦变火地进之卦。明出地上，见。君子以自昭明德，太阳照大地，万物目光辉。您的支持、订阅、点赞、分享和评论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能让更多人得到一束光。